大家听好题目：规矩。天骄最不懂规矩的人秀规矩。哎呀，姑奶奶，你说这叫什么题目啊？这规矩，这规矩要怎么秀啊？就算老爷来了，他也秀不出来规矩啊。我只听人家说过要守规矩、懂规矩，这怎么秀规矩啊？所以说呀，根本就没有人能秀出规矩来。这规矩啊，只有万岁爷自个儿知道。哎呦，什么嘛，不考花鸟鱼虫，考规矩。江家园，请遵守考场的规矩。万岁爷都没吭气儿呢，哪轮得到你来教我规矩啊？止步，不得无礼。哎，白长喜，不要吓着孩子。是皇上。皇上，这是苏州杭景真所绣。哎呦，多好啊！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外圆内方，刚柔并济，有为有守。正所谓情在境内，义在方外。该说的话都让你说完了。奴才不敢，奴才放肆了。不懂规矩啊！万岁爷，请恕罪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万岁爷。还有吗？还有最后一幅。皇上，这是最后一幅，是苏州江家园所绣。江家园，民女在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让你绣规矩，你为何绣字呢？回皇上，民女啊，本想绣皇上圣像，但恐大不敬诋毁龙颜，于是绣字。那何以绣皇上二字呢？普天之下，莫非黄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民女以为啊，这规矩是人立的，但朗朗乾坤，谁人能立规矩呢？唯圣人耳。又天下圣贤之人，为谁所用？为皇帝耳。圣主贤君如万岁爷，以身为本，立下典范，德行如草上风，风行草偃，臣民幸福。这样便是可以流传千古的规矩。好，就属你说的好。皇上说的就是规矩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就属你说的好啊！江家姑娘果然是兰心蕙质。来，你看看这两个字，字体工整，气势恢宏，而又言简意赅，完全表达了规矩的含义。怎么，你不以为然吗？奴才不敢。别说不敢，让你说你就说。是皇上。奴才认为，这江家园的确是机灵聪明，善解人意，但刺绣得论真下功夫啊。
据奴才所知，论真下功夫，在这些绣娘里面，当属杭景真呐。杭家姑娘杭景真，她自小就在苏州绣室里崭露头角。她谱不离眼，针不离手，她……朕心里有数。这个刺绣，自然是要见真功夫的，所以朕并没有把杭景真淘汰。他那圆中带方的解释规矩，也属佳作。明天就看看他们交上来的成绩，谁能入选绣娘，明日自当见分晓。皇上英明，识人适用，奴才不及呀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白长喜，开始吧。是皇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3年一选宫中巧儿，现在开始。好了，这2个可以传了。是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桂花蜜。桂花也能酿蜜？嗯，真香。甜的。哎，这干什么用的？这个能做桂花糕，还能做蜜汁排骨、甜粥啊，再加上一点，可提味道了。哦，蜜汁火腿也用得上哈。哎，可以，可以呀。别再跟他说了，一聊起吃的来，他就没完没了的。江姑娘，你要是喜欢呢，就送给你了。给我？送给我？御膳房有的是。哎，可以带回家献宝了。紫禁城御膳房万岁爷专用的御用桂花蜜。单公公，单公公，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莽莽撞撞的。白公公让我传个话，绣娘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咱们赶紧把煮好的菊花茶先备着。啊，已经开始了？对啊，已经点名了。哎呀，这……啊，快快快！快！杭州陈凤英，民女在，陕西何义群，民女在，云南李彩飞，民女在，苏州杭景真，民女在，苏州江家园，江家园，江思直，啊，你家闺女呢？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，她又躲到哪棵树上去了？公公，紫禁城没有树的。没。白长喜，何事耽误啊？回皇上，少了一个绣娘。少了谁啊？是苏州的江学文的女儿，江家园。苏州江学文？可是那个神针绣郎手江学文吗？正是皇上。那他上哪儿去了？来了！我来了！江家园，来报道。江家园，不好意思啊，白公
你每次都会用这种方式出现吗？过去。白长喜，奴才在。既然已经到齐，开始吧。遵旨，皇上。现在开始。好多蝴蝶啊！哎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怎么了？皇上让秀女们抓蝴蝶。抓蝴蝶？是啊，万岁爷英明睿智，突发奇想，要打破往年比试的规矩，认为善绣之人自然该骨肉均匀，有奇人异象，尤其是手腕骨的力道应该拿捏得准确，眼要明，手要快，要捕到蝴蝶还不能捏死它。哎呀，这既然不按规矩比试，那怎么会用捉蝴蝶的这个主意呢？有什么毛病啊？千里迢迢的从苏州奔过来抓蝴蝶，我家的肥猫都懒得抓蝴蝶呢，要我来抓？哼，猫最会抓蝴蝶了，找只猫来当绣娘好了。家园，家园，姑姑，快去扑啊！不扑，多难看啊！快扑啊！快呀，小姐！哎呦！给你看好东西啊，这个特别好吃。哎呀，还想着吃，你怎么不去抓呀？不抓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可回去告诉老爷啊，说你在湖南狂吃烂赌的，还被人抓进了官府。别，你别告诉我爹。那就快去，快去，去呀！哎呀！他干嘛？抓到你们！白长喜，奴才在。这丫头灵光啊！是皇上。哎呀，阿点梅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你说今天怎么这么累啊？哎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，赶快给我拿过来啊！佩云，咱们不得不承认。承认什么？承认你聪明？什么呀？咱们不得不承认，咱家后院那只肥猫，它太不容易了。抓耗子也就算了，原来啊，这抓蝴蝶还是个本事呢。它又没有桂花蜜，我呀，真是服了你了。哎，
你哪儿想出来的点子啊？服了我了吧？平常就知道会笑我吃，现在才知道这一吃啊，天下无难事。江家园，哎，干嘛呀？大呼小叫的！你使诈，你用奸计！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这招又不是我想出来的，那是天子万岁爷想出来的。谁知道要抓蝴蝶啊？万岁爷可没让你用奸计。哼，你又误判圣意了吧？这皇上圣明，他呀要的不只是会绣蝴蝶的手，他要的是聪明的脑袋，机智的绣娘。什么叫奸计？计本无中间之分，要看人怎么用。达到目的，获得成功，这就是好计。你早就知道内幕，早就知道今天比试的方式，所以你才会预先带着一罐蜂蜜在身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。不公平，知道了。你姑姑早就已经告诉你了吧？你扯我姑姑干嘛？如果跟你姑姑真的无关的话，你怎么会用这样的奸计呢？姐妹们，江家园胜之不武，江学敏徇私舞弊。对，就是胜之不武，徇私舞弊。黄锦珍，你干嘛你？你这个小人，你比试赢不了我，没本事，还赖我姑姑！你动手推我！你使奸计，你还动手推我！哎呦，我手好痛啊！没事的。好你个江家园，自知理亏服不了人，你就动粗！姐妹们，他欺负人！仗着他爹是神针绣郎手，就可以随便乱欺负人了吗？说不定他爹早就知道内幕了。姐妹们，我们都被糊弄了！你还诬赖我爹，你敢把我爹也扯进来？难道跟你爹没有关系吗？你还推我们，还打我们！我就推你怎么了？我就动手了。你呀，还不如吃蝴蝶呢！我捏死你！给我打！江家园、杭景珍，你俩要不要脸呀？啊，竟然闹出这种事来，还说你们两个是从苏州来的同乡呢。谁跟这个野蛮人是同乡啊？江家园，你先动手打人，说起来，你倒还有理了。我就轻轻推了他一下。我要真想打他呀，凭他，打得过我吗？你说什么？白公公，我错了，是我们的错，对不起了。哎，自己认错就行了，别扯上我，我可没错。好，对，是我一个人的错。白公公，您别生气了，生气伤身体。哼，早说呀。江家园，你还穷追猛打啊？他都被打了，他都认错了，他比你识大体。他还打我了呢，你没看见啊？我没看见他打你，我只看见他认错，他就比你懂规矩。他血口喷人，他骂我姑姑，骂我爹，说我们早就知道题了。你都骂到我家里人了，我还能忍吗？哪有那么神奇的事情嘛？没有缘由的，预先在兜里揣一瓶蜂蜜，这是不是也太巧了？这事儿啊，倒还真是冤枉他了。除了皇上和我，那是绝对没有人知道到底如何比试。我错了，公公。这事儿啊，也怪不得你。谁都想在这一试中一鸣惊人，出人头地呀。是啊，公公。毕竟啊，能留在宫中担任巧儿，那是无上光荣啊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你再说一次。留在宫里没什么了不起。那我倒想问一下江家园，你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呀？哎呀，你说这儿有什么好玩的？还不就是吃的好点罢了。也就只有他，只有咱们的皇上，他才能吃香的喝辣的呀。其他人啊，在紫禁城里，左右不就是个奴才吗？只有1品奴才和7品奴才之间的分别而已。有些奴才连个品都混不上，哎，这还有人眼巴巴的想进宫当奴才伺候人呐。